同学们好，本堂课学习护心拳。好，接上式二起脚，拍脚落地，松左胯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右移，左手逆缠，右手顺缠，捧于身体左侧前方，左手合于左膝上，右手合于身前中线。好，二，松右胯，右手逆缠，左手顺缠，身法右转，平捋，同时提左膝。三，对拉开步，放松下沉，左斜后方开步，脚后跟先落地，松右胯，左手逆缠，右手顺缠，当走后弧移重心，合右胯扣右脚脚尖，收右步，左手上捧，右手托掌。好，五，松左胯，对拉再开右步，当走后弧，右手逆缠按掌，左手折叠相合，松右胯，螺旋，左手合于身前中线，右手合于右膝上方，再松右胯，当走后弧，同时压左拳，提右腕，重心移到左腿。好，六，松左胯，当走后弧，螺旋外捧，护心拳定式。护心拳时，右拳拳眼与左拳拳眼上下相照，同时左手合于小腹中线，右手合于身前中线。好，对侧看一下。二起脚，接护心拳。一，松左胯，身法微向左转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右移，左逆右顺上捧。二，松右胯，螺旋提左膝，对拉开步。好，三，松右胯，当走后弧，螺旋相合，根部上捧掌。四，好，五，对拉开步，当走后弧，折叠按掌，螺旋合于中线右膝上方。好，松胯下压上提。六，当走螺旋，身法转正。护心拳。好，这是我们护心拳不同方向的动作展示和口令领练。那么在我们练习护心拳的时候呢，大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细节。护心拳的细节属于非常多，而且发力的点呢也比较特殊。第一呢，就是我们要衔接上式，踢完二起脚，两脚落地时不要着急进行重心的右移。我们打完二起脚之后，紧接合手放松下沉，两手踢完二起脚的定式是左手在身体左侧，右手在身体前方，借助下沉的相合，带动两手放松下按掌。当两手合于两膝上方，高度与小腹齐平，再松左胯，当走螺旋。有很多同学在做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直接向右画力圆提左腿。这个过程里面虽然动作是大身法，就是高身法，小螺旋，那么我们最重要需要注意的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你该到螺旋的时候一定要形成后弧的运化，不能为了省事而直接去提腿转重心。这个时候重心来到右腿了，再通过松胯的螺旋右逆左顺提左膝，这个时候身法的运化就是当走后弧和身法螺旋了。所以这是第二个细节。三，我们提完左腿以后，就像金刚捣队一样，松右胯，左斜后方对拉开步，意识在你的左斜后方，左脚脚后跟内侧先落地，两手与左脚形成上下前后的对拉。随后松右胯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左移，合胯扣脚，再收步，重复了一个收步捧掌的身法螺旋。这些地方都很简单，下式就是护心拳的转接动作是最难的。大家可以从正面看一下，当我们捧到掌以后，松完左胯，身法螺旋，首先开步的方向一定是右斜前方45度，对不对？好，开完步之后，大家可以看身体在这个身法螺旋和折叠运化的过程里面，其实
护心拳的身法，它也非常像斜形身法一样，都是带有手的折叠和手的按掌，并且有部分的同学也可能发现了，有些老师练撇身拳，他是斜中御正这样走，有些老师是立身中正是这样走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练习护心拳的时候，就这种练法，不管你是利用斜中御正也好，还是立身中正也好，那么他们两者之间最好需要注意的细节是哪里？一定是我撇身拳也要遵循斜形身法当中的欲右先左，或者是欲左先右。所以两手合在身前之后，不要急着去变化，不要直接往下折叠。你看，先松左胯，随当走后弧的催动，螺旋折叠相合，再下势螺旋相合。这个时候身法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？我想往右摆掌，当走后弧一带，再螺旋下合，身法就会显得更加的有肩肘手节节贯穿的身法韵味了，是不是？那有了这个进程之后，大家再去想想，如果我用斜中御正，是不是也可以？用斜中御正，我下势身法螺旋相合过右膝，然后下压上提也是可以的。所以两者之间，护心拳就好像是一个斜形的左式身法。但是大家很多人没有发现啊，在做护心拳的时候，还是再去做一个很大的摆掌，然后到这儿一提一收，合劲都丢掉了。最害怕的就是我们在做身法的时候，把合劲抛在一边，没有这种相合的螺旋，所以这块很重要。好，那么当我们螺旋下合之后，第四个重点，我们想要形成好的下压上提，首先第一点，刚才说了，斜中御正这个身法也行，但是它容易错，容易错在哪？1、2，容易导致我们重心不再通过螺旋去当走后弧往左移了，而是一蹬地，身体往后一仰，形成了向后扛身子、向后仰头的这种感觉，那整个护心拳是不是就破功了？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要切记，不管我们是斜中御正还是立身中正，我们两手合在中线和右膝上方以后，必须按照松右胯螺旋当走后弧重心左移的这个过程，通过旋转，通过当胯的随右腿的松沉蹬地，转换到咱的左腿上。这个时候你看你这样是不是蓄了力，当胯是平的？咱们常说老架一路的身法螺旋是以平圆螺旋为主，那么如果你的螺旋蓄成了一挑一放，一挑一压，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显得你整个身体很奇怪，是不是？所以松右胯当走螺旋，身法是平的，一定要注意，这个身法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扭膝转腿、跪膝扣腿的问题，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一定得切记，护心拳的发力方式，你既然是当胯平行螺旋产生的左手下压右手上提，这个时候你的劲儿蓄到哪条腿了？肯定是左腿。所以当我们尽力蓄到左腿之后，左胯顺势一松沉，当走后弧蹬地螺旋，你两手双手双顺缠翻拳外蓬的过程里，你的两手的运化，它的劲力是不是从左腿上通后背贯穿而来？来换个方向看一下，当你护心拳蓄到这儿以后，你的身法螺旋一定是通过左腿身体的大螺旋向外去撑捧，而不是通过你这个身体的一个什么？很多同学喜欢发这个力，怎么发？蓄到这儿以后一绷右腿，啪，把右腿猛一扣，把力发出来。那且不说你这个动作对不对，那起码这膝盖晃的都快晃散了，肯定是错误的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其实在发护心拳的时候也有参照的劲儿，那青龙出水，同样都是蹬左腿当胯拧转向前发力，都是可以通过蹬左腿旋腰转胯的方法把力量放出去。那么在蓄劲儿的时候就要保证当胯，就像刚才说的两个要求，一是端平，不能左右歪斜；二，蓄力方式得遵循力从地起，顺后背这张弓螺旋膨出来，
而不是说我们续到这儿之后啊，生蹬硬拽把身体做出来，明白了吧？这是护心拳的细节，所以大家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记住。那补充一点，就是我们的护心拳这个拳头到底应该放在哪个位置？是全眼相照，还是拳头护着左心？那么就看你的力点在哪。护心拳有很多不同的力，比如说我把力放在肘关节，那么我最后的拳头肯定是在左胸口啊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如果说我的力点在拳头上，我蓄好力，我的拳头肯定是全眼相照。所以看你的力点在哪，力点不同，那么打出来的外形的劲路就不太一样啊。这是咱们的护心拳的动作身法。